出意外的话，韩国姨姨们不会再从韩国看到福宝营业了。今天饲养员们就连园区营业时间的告示牌都给换掉了，饲养员们将福宝的名字去掉，改成了瑞宝和辉宝。而韩国的大熊猫故事将由瑞宝和辉宝负责延续。首先延续的就是福宝姐姐的调皮跟妈妈抢饮水盆的习惯，从福宝延续至今。想当年，福宝为了和妈妈抢饮水盆，给妈妈的屁股都快薅秃了。当时爷爷喊爱宝快躺下用来防御，但福宝给妈妈的毛啃下来后，爷爷又改口让爱宝大度一点，表示爱宝反正都要换毛。而现在的爱宝有了之前的教训，现在姐妹俩跟着自己的时候，爱宝就会喊奶爸快给辉宝带乳，太烦熊了。而在昨天，将爷爷在搬走福宝躺椅时，说明天爱宝会来室外园区。在今天，姨姨去看爱宝，果真来到了室外园区。上次爱宝在室外园区玩耍，还是在去年的夏天。爱宝与室外园区时隔1年后再次相见，满满的都是熟悉的气息。而在昨天，爷爷们给福宝的吊床和小躺椅拆走时，福宝的别墅立牌还留着。爱宝凑上前，仔细嗅着立牌上的气味，不知道爱宝在闻到气味后，是否能想起之前和福宝小时候度过的快乐时光？是否还记得他的大女儿福宝？曾经的福宝陪伴爱宝度过了一段孤寂的时光，让爱宝的生活中多了一个伴儿，每天一起上下班，一起打闹。虽然有时爱宝也会烦躁，但这却让爱宝多了一份生活中的快乐。爱宝今天在小亮台上闻过福宝气味后，开始往下爬去。只不过爱宝对小亮台不太熟悉，尝试了几下都失败了。爱宝小心翼翼地重新爬上去。而接下来，韩国的姨姨们将由瑞宝和辉宝陪伴了。今天的瑞宝也异常的宠粉，来到玻璃前和姨姨们不断的打招呼问好，像是在邀请姨姨们进去玩，也像是想和姨姨们出去玩。相信瑞宝和辉宝会重新治愈姨姨们的。姨姨正在给福宝放置竹子和胡萝卜，之后姨姨又将小亭子打扫干净，然后又在小亭子上放置了一捧竹子和窝头。一会儿，福宝从门里走了出来。起初，爷爷是想让福宝走楼梯上小亭子，但福宝却反其道而行，就从亭子后面上。而这次福宝大老远就看到胡萝卜，直接越过了小亭子上的窝头，来到了小躺椅上。福宝来到躺椅上后，惬意地享受着自己的午餐。吃完胡萝卜，福宝挥手拿过身旁的竹筋，竹筋里面的白色物质富含丰富的纤维，而且在吃它的过程还可以帮助大熊猫清理牙齿上的结石。福宝吃完竹子后，福宝又给姨姨们表演了个花活。只见福宝下床下到一半，只有屁股留在了小木床上，然后便开始拉青团。福宝真的全身上下都是活，让福宝自己拍个综艺，包袱都不带重复的。之后，福宝来到小亭子上，吃刚才被自己掠过去的窝头。看福宝吃着窝头很是开心，仰着头防止窝头掉出来，就是不知道噎不噎，渴不渴。窝头吃完，福宝紧接着吃起了手边的竹子。福宝这吃竹子时的手法也是相当熟练了，直到将自己的小肚子吃到隆起，福宝就会停下来去小树上睡觉。福宝的姨姨正在为福宝收拾竹子。没错，今天两个爷爷又没空照顾福宝。姨姨将竹子扛走后，又回来给福宝放置新的竹子。姨姨打扫完园区，福宝从通道门里走了出来。福宝来到小亭子后面，看了看小亭子上的食物，表示没有食欲，便直接来到了躺椅上。姨姨在躺椅上放置了胡萝卜。果然，在没有食欲时，胡萝卜是打开福宝胃口的关键。福宝拿起胡萝卜，坐在躺椅上仔细的品味着。吃完胡萝卜后，福宝明显有了食欲，便又拿起了身旁的竹子吃了起来。福宝最近的状态明显比前2天好了很多，或许是已经习惯了每天营业一整天的作息，而且福宝现在行为举止上也渐渐有了如爱宝一般淑女的样子。福宝直到将小躺椅上的竹子吃光，才来到小亭子上。来到小亭子上后，福宝先是拿起了刚才被福宝忽视的窝头。福宝吃窝头总是喜欢抬着头吃，爷爷以前告诉福宝，这样吃东西不容易掉出来。福宝上午时间基本上就是在吃和去吃的路上，吃完后福宝会再到小树上睡会觉，这样就可以轻松混过上午的时间。上班摸鱼还得看福宝。福宝本想来小亭子上，结果没踩稳，给自己摔了下去，而且还给正在睡着的爱宝立马吓了起来。爱宝回头查看，发现又是福宝在搞怪，想直接动手揍福宝。福宝反应也很快，立马就溜。福宝看妈妈没追上来，试图回去和妈妈道歉，而爱宝也并没有真动手。发现福宝没受伤后，便又躺下睡了起来。下午，爱宝和福宝来到小木床玩耍。一会儿，福宝看到妈妈在小木床上，又一下拍在了妈妈的屁股上，又给爱宝吓得坐了起来。这是爱宝受到福宝的第2次惊吓了。一会儿，福宝跑去喝水。当福宝喝完水回来时，福宝绕到妈妈身后，一巴掌拍到了妈妈肚子上，又给爱宝吓了一跳。一天连续被吓3次，爱宝真是受苦了。
福宝想跑到小木床上，福宝爬到一半，一屁股坐在了妈妈的身上。福宝觉得妈妈的肚子很舒服，直接躺了下去，但被压在身下的爱宝并不感觉舒服。由于爱宝此时有点困，爱宝并没有理福宝，反而福宝看到妈妈不理自己，福宝更加得寸进尺，死死咬住妈妈的尾巴，躺了下来。看到妈妈不理自己，福宝又坐到了妈妈的身上，开始对妈妈做标记。爱宝这一天是真的够辛苦的。福宝正在折腾熟睡中的妈妈，福宝一屁股坐在了妈妈的身上。本想在妈妈身上做标记的福宝，又盯上了妈妈的尾巴。福宝一口咬下去，爱宝被疼得醒了过来。爱宝起身问福宝：“这是要干啥？”福宝反而坐起来，一脸无辜的表情，而紧接着对着妈妈的屁股又是一口。爱宝被福宝折腾烦了，坐起来问福宝想干嘛。而福宝看到妈妈醒了，便又走了。看来福宝只是单纯不想让妈妈睡觉。一会爱宝来到冰床上睡觉，福宝自己无聊的在园区闲逛。福宝一个帅气的转身坐在了观景竹前，福宝盯着鲜嫩的观景竹，左顾右盼，最后瞄准一根鲜嫩的竹叶，一口将竹叶咬在了嘴里。原来这时候的福宝就懂采野了，看福宝这熟练的样子，完全是为长大后采摘大根的竹子打基础啊！观景竹吃的差不多后，福宝来到了小木床上，福宝瞄准妈妈一个熊扑，直接扑到了妈妈身上，然后跨在妈妈身上，又给妈妈做起了标记。爱宝忍不了了，起身将福宝顶了下去。福宝反而更想黏着妈妈了，但这次福宝又没踩稳，在滑梯栏杆上转了一圈后摔了下来。摔懵了的福宝索性坐在冰床上玩了起来，但结果福宝又摔了下去。当福宝再爬上来时，福宝便已换了个皮肤，这个皮肤被叫做挖眉福宝。福宝正隔着门和爷爷打招呼，福宝想让爷爷放自己出去，但爷爷想让福宝回去找妈妈。福宝早上莫名其妙就咬了妈妈一口，爱宝反手就是一巴掌，刚好打在了福宝的下巴上，这一下给福宝打得有点懵，福宝有点晕头转向。爱宝换了个姿势，吓得福宝小眼睛立马瞟向妈妈，这个惊悚的小眼神有点可怜，但又有点好笑。最后福宝发现自己打不过妈妈，转身离开了。离开后的福宝心里并不服气，本想偷袭妈妈，但爱宝早已发现福宝的小心思。爱宝从滑梯下来，一口咬在了福宝身上，虽然爱宝的动作幅度大，但实际上咬在福宝身上一点也不痛。爱宝看福宝想跑，又咬住了福宝的脚丫，好在福宝灵活，将自己挣脱出来。福宝和爱宝又在独木桥上展开搏斗，福宝紧紧咬住爱宝，但最后福宝没抓住，自己给自己滑了下去，一屁股蹲在了爱宝刚才产的青团里。福宝委屈的趴在滑梯下面，看福宝委屈的小脸，有点憨萌憨萌的。直到一会儿，福宝看到爷爷来到了门口，福宝立马跑了过去，让爷爷给自己开门，让自己去室外躲一会儿。而爷爷并没有给福宝开门，反而让福宝回去找妈妈。福宝则是跑回了小木床上。此时的福宝表示，就算自己一个人在小木床上玩一天，也不要去找妈妈。福宝一张嘴，爱宝就知道福宝要干啥，都快形成条件反射了。早上福宝看到妈妈想到滑梯上去，福宝立马一个熊跳，赶在了妈妈的前面，这让刚准备到小亭子上去的爱宝很不舒服。爱宝本想去咬福宝，但福宝反应太快了，一会儿爱宝来到了滑梯平台上，福宝便和妈妈展开了争斗。福宝知道自己打不过妈妈，聪明的选择了撤退。福宝从妈妈身下抽出一根竹竿，没成想还敲了妈妈一下。灵活的福宝在滑梯中间自由穿梭。爱宝看着福宝这嘚瑟样，气不打一处来，从滑梯上下来就想教育福宝一顿，而福宝却不以为意，因为福宝知道妈妈并不会真动手，而是沉寂在了自己美味的竹子中。以前都是福宝黏着爱宝，这次换成爱宝黏着福宝了。一会儿，福宝又爬回了滑梯平台上，而爱宝紧随其后跟了上来。福宝看到妈妈过来，又想逃走，而爱宝为了不让福宝逃走，还换了下姿势，
将福宝紧紧压在身下。但最终福宝还是逃脱了。这次爱宝没有再去追福宝，但这反而让福宝不习惯了。福宝又返回去找妈妈，福宝盯着妈妈的脚就想咬一口，好在爱宝反应快，这才没让福宝得逞。这时候的爱宝和福宝真是欢乐满满。这是宋爷爷第一次见双胞胎熊猫宝宝老大时的样子，看给宋爷爷激动的。宋爷爷先给自己的手搓热，这样和熊猫宝宝不会有很大的温差。宋爷爷将熊猫宝宝拿出来时，忍不住的惊叹连连。宋爷爷开心的看过后，便立马将熊猫宝宝放了回去，并在旁边放上了将爷爷亲手制作的荞麦枕头。不愧是老大，从体型上看上去都比老二大不少。再来看看宋爷爷每天是如何陪爱宝聊天的。由于爱宝现在还处于坐月子阶段，而且现在爱宝每天吃饭时还要喂食熊猫宝宝，所以爷爷们就将爱宝的食物处理成了适合爱宝方便拿取的样子。爷爷一边喂食爱宝，一边夸赞爱宝是个好妈妈，而且爱宝在吃饭时真的很乖，就这样依靠在爷爷身旁，等待着爷爷的投喂。一会儿爱宝还没吃完手里的竹叶，就回头看向爷爷。爷爷对爱宝说要吃完手里的才会再给爱宝，但下一秒爱宝一个眼神就给爷爷俘获了。爷爷看着爱宝这诚挚又可爱的眼神，简直要给爷爷心都看化了。爷爷举双手投降，表示自己输给了爱宝。爷爷又拿出新的竹子递给爱宝。现在爷爷对宝家的感情单靠眼神就可以交流了。看爱宝身上东一块黄西一块黄的样子，应该是福宝干的吧，指定是刚才爱宝睡觉时，福宝又偷偷在妈妈身上做标记了。一会儿自己在小树上玩无聊的福宝来到妈妈身边，福宝绕到妈妈身旁，拿起一根妈妈吃剩的竹子啃了起来。此时的福宝虽然吃不了竹子，但已经开始对竹子感兴趣了。福宝抱着竹子磨了会儿牙，很快又对竹子失去了兴趣。福宝钻到妈妈身后，就想黏着妈妈，或许这样福宝有安全感。福宝调整了一下姿势，钻到了妈妈的屁股后面，但是福宝正头朝下，福宝试图给自己转过来，但是妈妈这时候坐下了，福宝被挤在了夹缝中，像是被卡住了。好在福宝打小身子就灵活，在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下，终于给自己折腾了过来。福宝表示这次好悬，差点给自己掉下去。一会儿爱宝吃饱回家了，而福宝依旧在园区待着，不想回家。福宝看到爷爷来了，福宝立马跑去找爷爷玩，就在爷爷一个没注意下，福宝爬到了树顶，这一下又算给爷爷出难题了。一会儿宋爷爷也来到了园区，来给福宝的小树修理树枝。两个爷爷忙完后，最后商量让福宝在外面再玩一会儿，或许等福宝自己玩累了，就从树上下来了。福宝和爱宝正在打架，而宋爷爷则正蹲在门口，让这母女俩去室外玩。爱宝此时表示，奶爸先别管，我今天要好好教育一下这个逆子。福宝则表示，让爷爷快过来，给你宝贝姑娘拉走，晚了就要出熊命了。一会儿爷爷给爱宝哄去了室外，让福宝留在了室内，打算让这母女俩彼此好好冷静一下。此时福宝看到妈妈去室外了，自己也想出去了。福宝蹲在门口，让爷爷开门放自己出去。看福宝身上这黢黑的样子，像是穿了一条背带裤。一会儿爷爷怕福宝无聊，给福宝扛了一个大竹筒过来。福宝看到大竹筒后，表示妈妈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了。福宝抱着竹筒在上面蹭来蹭去，结果一个不小心给竹筒推了下去。福宝发现竹筒不见了，东看看西瞧瞧，发现原来掉在了小木床上。福宝立马从滑梯上爬了下来，来到小木床上继续玩。玩了一会儿，福宝突然又想起了妈妈，不知道妈妈在外面怎么样，又来到通道门口查看。此时宋爷爷来到了园区，来叫福宝回家。福宝看到门开了，便开心的跑了回去。福宝离开后，宋爷爷拿来了水管，来给福宝园区的小花小树浇水，顺便给室内园区降降温。宋爷爷还调皮的用水管和游客打了个招呼。宋爷爷正在给游客们看乐宝去年的生日蛋糕，再有3天就是乐宝的11岁生日了，想必今年的蛋糕一定会比前几年的蛋糕要有仪式感吧。想起9岁时的蛋糕就略显潦草。此时圣熙阿姨正在和宋爷爷为乐宝的蛋糕稍加点缀。蛋糕布置完后，宋爷爷调皮的将自己的脏手在圣熙阿姨的身上抹了抹。一会儿宋爷爷先溜走了，圣熙阿姨则继续为乐宝清理青团。清理完后，宋爷爷在门口等着圣熙阿姨，给圣熙阿姨开门，再来近距离欣赏一下乐宝的蛋糕。9块胡萝卜加1块窝头，好像也是从这时开始，乐宝便宜女婿的称号就被网友们曲解了意思，以为乐宝的便宜是不被偏爱。乐宝走到自己的蛋糕前闻了闻，乐宝面对着自己的生日蛋糕，心里很是开心。乐宝先是品尝了一下竹子上插的胡萝卜，一会儿乐宝感觉小胡萝卜吃着不过瘾，直接抱着自己的9岁生日立牌啃了起来。乐宝啃了一会儿，发现自己牙口不行，差点没把自己的牙给搞掉。乐宝又老实的吃起了胡萝卜。乐宝此时心想，
还是胡萝卜适合我。江爷爷正提着浑身湿透的福宝去室外晒太阳。早上福宝出来时还粉白粉白的。福宝和爱宝来到小亭子上玩耍，就在爱宝一转头的功夫，自己给自己折腾了下去。爱宝起来后发现福宝不见了，就在爱宝在小亭子上四处找寻时，福宝从小亭子下面钻了出来。福宝出来时身上已经洗提新皮肤了。福宝自己在园区乐颠颠地转了一圈，来到了小木床旁的小树上，而爱宝此时则在对面的一棵树上。爱宝在对面的树上看到福宝在爬树，有点担心福宝，怕福宝在上面危险，便从树上下来，来到了福宝身边，打算让福宝下来。但调皮的福宝并不会如爱宝的意，福宝不断地反抗着妈妈，直到被妈妈一口咬住了后脖领子，想将福宝提溜下去。但爱宝这个姿势有点用不上力，爱宝爬到福宝的位置，但福宝却被妈妈挤了下去。福宝挂在树上表示有点母爱但不多。爱宝一回头发现福宝已经下去了，便又跑回来找福宝。福宝看到妈妈来了，又转头跑了。福宝跑，爱宝追。一会儿的功夫，福宝从灰熊变成了黑熊。福宝被爷爷提溜到了室外，想让福宝出来晒一下。福宝虽然晒干了，但身上却更脏了。爱宝的双胞胎姐妹俩已经出生满20天了，大家能猜出哪个是老大哪个是老二吗？看两只熊猫宝宝身上现在已经开始长出大熊猫的白色毛发了，只是现在还比较稀疏，但是随着熊猫宝宝们的慢慢长大，身上的毛发也会日渐茂密的。除此之外，两只熊猫宝宝身上的肢体开始变黑，但是两只熊猫宝宝还有一个部位没有变化，大家有看到是哪吗？那就是熊猫宝宝们的鼻子。之前爷爷在福宝小时候讲解过，大熊猫宝宝的鼻子要出生100天左右后才会变黑。偷偷告诉大家，画面右侧的就是老大，左侧的是老二。老大看上去确实比老二要大，确实有老大的样子。观察完熊猫宝宝的状态后，爷爷开始给熊猫宝宝喂食。随着熊猫宝宝日渐的长大，饭量也有了增加。喂食完，宋爷爷来到洗衣房，来给熊猫宝宝清洗孵化器里面的小毛毯。爷爷表示每天都会给他们进行清洗。清洗完衣服后，宋爷爷来到爱宝身边，来喂食爱宝。看爱宝怀里胖嘟嘟的熊猫宝宝，真的太可爱了。随着爱宝的状态恢复，爷爷开始在对竹子处理时，会将竹子茎留有一部分，这样爱宝可以根据自己的用餐量进行进食，不用再等着爷爷一口一口喂了，毕竟自己大口大口的吃竹子更过瘾一些。喂食完，宋爷爷拿来水盆给爱宝喂水。宋爷爷依旧很调皮，还要一点一点从栅栏挪过去。爷爷表示这样爱宝对水盆更感兴趣，就像是在哄小孩吃饭一样。宋爷爷偷偷在圣谢阿姨旁边录视频，给圣谢阿姨都整不好意思了，但圣谢阿姨即使害羞，但还要继续配合着宋爷爷。看圣谢阿姨的表情就知道是被迫营业的。一会儿宋爷爷又去录了员工们早上做早操的画面，这属于是爱宝乐园的员工们集体被迫营业了。宋爷爷玩完，接下来开始准备正事儿了。因为今天是乐宝的生日，所以爷爷们准备了豪华的生日蛋糕给乐宝。宋爷爷在蛋糕前祝乐宝11岁生日快乐。除此之外，两个爷爷还为了乐宝生日搞了个小游戏，抽奖送礼品。一会儿爷爷们的流程走完，乐宝来到园区。乐宝刚进门就被这硕大的蛋糕所吸引，乐宝直接来到蛋糕旁坐下，吃起了胡萝卜。之后爷爷来到福宝园区，来跟福宝传达今天是爸爸生日的消息，顺便叫福宝回室内园区，因为室外的太阳太大了，爷爷怕福宝晒着。给乐宝过完生日，爷爷来到爱宝房间，此时爱宝正在一边吃竹笋一边给熊猫宝宝喂奶。爱宝吃着吃着，将剩下的一半竹笋扔掉了。爷爷走过去将竹笋拿掉，又给爱宝递了一块新的过来。而熊猫宝宝则一直在爱宝怀里睡得很是惬意。宋爷爷闲不住，又去将爱宝要吃的竹子全部处理成了小块。爷爷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爱宝创造最舒适的环境。而隔壁的乐宝此时也正在吃饭，爷爷夸赞乐宝的头身比例非常好，是世界上最帅的大熊猫。一会儿爱宝吃完后很快便睡着了。爷爷来到爱宝身边，看到熊猫宝宝也正在妈妈怀里安静的睡觉，爷爷表示这个画面很是温馨。之后爷爷趁两个宝贝孙女都在孵化箱里时，忍不住的又拿出手机进行记录。左边的是老大，右边的是老二，老大似乎比老二胖一圈。第二天爷爷给熊猫宝宝测量体温，测量完体温后，宋爷爷的玩心又上来了，用手指挑逗着熊猫宝宝，也像是在向全世界炫耀着他那宝贝孙女。宋爷爷开始给熊猫宝宝辅助排便，爷爷轻拍熊猫宝宝的屁股，很快就有黄色液体从熊猫宝宝屁股里流了出来。照顾完熊猫宝宝后，爷爷来到了乐宝房间，看乐宝吃竹子时将自己盖起来的画面，是不是和福宝很像？看来福宝的这个习惯也是从乐宝这里遗传来的。
福宝撅着屁股正在妈妈身上做标记，爱宝发现后将福宝一脚踢开了。被踢开后的福宝顺势拿了根竹子磨起了牙。一会儿妈妈要吃福宝手里的竹子，就从福宝手里拿了过去，于是福宝就生气了。福宝本想上去抢，但福宝此时平衡力有点差，给自己摔倒了。福宝正好倒在妈妈吃剩的竹子堆里，福宝便又抱着一根竹子啃了起来。此时福宝的大小坐在爱宝身边，就像是爱宝的一个毛绒玩具一样。福宝就这样自顾自地玩着。一会儿爱宝吃完后想起了他的宝贝女儿，爱宝一把将福宝搂在怀里。福宝明显有些抗拒，小脚不断地蹬妈妈的脸，甚至还将屁股坐在妈妈的脸上，但爱宝并不在乎，而且很喜欢福宝这个样子。一会儿福宝给自己滚远了，爱宝立马将福宝再次揽进怀里。网友们称这个动作叫福宝坐飞机，因为这个动作福宝是飘在空中的。福宝此时表示妈妈的爱有点粘人，福宝小手不断挥动，想让妈妈放开自己，但福宝越这样，爱宝抱得越紧，这可给福宝急坏了，吵着闹着要让妈妈放开。福宝在爱宝怀里不断的翻腾，福宝刚要给自己挣脱出来，爱宝又一个福宝坐飞机给福宝重新揽进了怀里。爱宝一巴掌将福宝无情的拍到了小木床的下面，直接甩出去2米远，给福宝都干蒙圈了。福宝晃晃悠悠的来到了小瀑布前，福宝缓过神来后又回到了妈妈的身边。福宝来到妈妈身边，本想爬到妈妈头上，结果被妈妈一个弯腰从背上甩了下来。一会爱宝吃完饭在园区闲逛，福宝紧忙跟上，中途还给自己做了个滑滑梯。结果爱宝是来小亭子上拉青团来了，福宝尴尬的爬到了小亭子上面。福宝试图用爬树来缓解尴尬，但福宝一个没抓稳，给自己摔了下来，这下更尴尬了。好在没给自己卡在树缝里。一会儿福宝绕圈来到妈妈身边，结果福宝又被嫌弃了，福宝又被拍到了坡下面，但福宝一股脑的想和妈妈玩，再次追上妈妈，来到妈妈身边。福宝一个劲儿的往妈妈怀里钻，看样子是想吃奶了。此时爱宝并不想让福宝吃，不断的阻止着福宝。爱宝对着不听话的福宝接连2巴掌，挨过2巴掌的福宝依旧不依不饶的紧跟在妈妈的屁股后面，一点记性也不长。福宝可真抗揍啊！爱宝一巴掌将站在自己饮水盆上的福宝拍了下去。而就在刚刚，还是一副母爱如水的画面。早上福宝爬树爬到一半，从中间摔了下去。爱宝看着摔下去的福宝很是心疼，叼起福宝放在了自己的怀里。福宝表示自己没事儿，妈妈大可不必这样。福宝想去玩，但爱宝不让。爱宝担心福宝会再从树上摔下来，就这样一直将福宝抱在怀里。福宝左右挣扎，但自己被妈妈咬住了命运的后脖梗，根本逃不掉。下一秒，爱宝嘴一松，福宝立马溜了出去，飞速跑到树杈旁，但很快爱宝就跟了过去。爱宝咬住福宝命运的后脖梗，重新叼回到了小亭子上。福宝这被妈妈玩耍在掌心中的样子，既可怜又可爱。福宝逃，爱宝追，福宝插翅难飞。一会儿福宝以口渴为理由来到了饮水盆前喝水。爱宝看穿了福宝的小心思，来到饮水盆前盯着福宝。福宝看到妈妈来了，立马伸手让妈妈走开，表示自己还没喝完。不过下一秒福宝就站在了饮水盆里。爱宝看到福宝不好好喝水，居然踩了进去，一巴掌拍在了福宝的脸上。接下来福宝面临的将又是一顿胖揍。爱宝怕福宝在树上玩耍时从上面掉下来，于是便在旁边充当起了栅栏护着福宝。福宝有了妈妈的守护，在小独木桥上可以说是肆无忌惮，因为只要有妈妈在，自己就不会掉下去。福宝在上面辗转腾挪，但不管福宝怎么折腾，爱宝依旧是心平气和的守着福宝。所以爷爷经常夸爱宝是大熊猫中最称职且最会育儿的妈妈。而福宝在妈妈的保护下，却渐渐产生了抵抗情绪，开始试图将妈妈推开，甚至去啃咬妈妈。一会儿爱宝和福宝来到了小木床上，福宝这才算给自己挣脱了出来。但转头福宝又从小木床缝里钻了过来，爱宝则刚好又给福宝拖了过来，将福宝抱在了自己的怀里。这次福宝再想逃就有点难了，爱宝紧紧咬住福宝，从小木床的下方给福宝拖了上来。一会儿福宝凭借自己的灵活再次溜走，刚好这时爱宝也饿了，便放任福宝自己去玩耍了。而爱宝则来到了小亭子上吃东西，看福宝实在是太费体力了。而此时的福宝也玩累了，趴在树上惬意的睡了起来。福宝快要从树上掉下来了，好在将爷爷出现，及时给福宝提溜了起来。爷爷想重新给福宝挂上去，但福宝这个倔脾气，爷爷越帮忙，福宝越抗拒。福宝将自己挂在树干上，最后自己没坚持住摔了下来，将爷爷和福宝在树前绕圈，和爷爷玩起了捉迷藏。福宝直勾勾盯着爷爷，但即使能看到爷爷，但奈何自己腿短，就算看到也追不上。一会儿福宝看到爷爷离开，
立马跑上去追福宝。福宝也是聪明，看到自己根本追不上爷爷，便打算放弃。但这时爷爷还没玩够，又折返回来挑衅福宝，福宝便又继续追赶爷爷。福宝踉踉跄跄的跟着爷爷来到了独木桥旁，爷爷一个跨步来到独木桥上，爷爷看到福宝上来了，又跳了下去，骗得福宝团团转。最后福宝不想跟爷爷玩了，爬到了树上。爷爷看到福宝这灵活的样子，给福宝竖了一个大拇指。爷爷将一根竹子挂在了树上，不过这根竹子反而让福宝感觉有点碍事。爷爷回到园区将竹子拿走之后，爷爷的工作便是将福宝带回家。爷爷将福宝哄到小木床上后，直接给福宝抱起，然后拿着福宝小手和游客们说了个再见，便抱着福宝回家了。宋爷爷正在介绍如何去分辨两只熊猫宝宝。爷爷表示，第一只熊猫宝宝后背的黑色图案是 V 字形状的，和乐宝背后一样，而第二只熊猫宝宝是 U 字形状的，和爱宝背后一样。现在它们体重都超过了800克，而第一只熊猫宝宝现在比第二只熊猫宝宝要高一点，而第二只熊猫宝宝比第一只要胖一点。姐妹两个有特点。教学结束，再来看看真实的熊猫宝宝们最近发育如何吧。毛茸茸的小耳朵，柔软的小爪子，身上的黑色明显更深了一些。看两只小胖墩刚吃饱食的样子，真是太可爱了。一只 V 字形状，一只 U 字形状，很容易分清楚。随着两只熊猫宝宝长大，彼此见面的次数也增加了。因为现在熊猫宝宝自适应能力越来越强，不用再通过妈妈的体温去调节自身温度，有时候还会彼此一起睡觉。宋爷爷表示，他们现在是在相互诉说着自己以后的梦想。不过如果只看两只熊猫宝宝的脸，你能分出谁是老大谁是老二吗？宋爷爷检查完熊猫宝宝，将老二送回了爱宝的身边。爱宝接过熊猫宝宝后放在怀里进行着舔舐。很快熊猫宝宝便进入了梦乡，看着爱宝抱着熊猫宝宝的样子，画面既温馨又幸福。天气炎热，爷爷正学着乐宝的样子，他在小亭子上给自己散热。今天又是周五，爷爷又来分享福宝一家的最新情况了。下午爷爷来到福宝一家的房间，福宝此时刚下班，正在进食晚餐。爷爷表示，今天福宝又压断了自己的2棵小树。爷爷试图和福宝商量一起保护小树小花，但福宝此时正沉寂在窝头的美味中，并没有听到爷爷的话。一会儿爷爷来到乐宝的房间，此时乐宝也在吃窝头。爷爷让乐宝多吃点，毕竟现在是一家4口等乐宝养活。当8点左右爷爷再来看乐宝时，乐宝已经趴在小木床上进入了梦乡。而在乐宝隔壁的201住户还没有睡。爷爷问福宝是有什么烦心事吗？福宝靠在栏杆上，爷爷给福宝进行着按摩，同时分享着福宝2个妹妹的消息。爷爷告诉福宝，妹妹的体重已经长到1公斤重了。第二天白天，爷爷来到园区探班福宝和乐宝。爷爷在福宝的园区栽种了一朵薰衣草，想必是因为薰衣草的话语是等待爱情，寓意着福宝到了该找男朋友的年纪。而此时福宝正沉浸在美味的竹子中，听到爷爷说男朋友，福宝问爷爷，男朋友是什么？能吃吗？最后爷爷叮嘱大家，天气炎热，大家要多注意身体。此时爱宝正依靠着床沿睡觉，而福宝则在乖乖的进食。不过下一秒高能袭来，福宝翘起屁股，青团就制造了出来。福宝一边铲着青团，一边吃着竹子。或许是此刻福宝手里的竹子过于美味，一时忘记了自己还在拉青团，所以就导致一半青团一直卡在屁股里，直到福宝将手里的竹子吃干净，福宝才想起自己还在拉青团。一边吃竹子一边拉青团，这个习惯到底是遗传谁呢？来看看乐宝的视频，大家就明白了。虽然乐宝是众所周知是最喜欢干净的大熊猫，但有时也难免性起，吃到好吃的竹子时，便也一时忘记了洁癖这回事，便直接躺在小亭子上拉了起来。这惬意的样子是不是和福宝一模一样？另一边福宝拉完青团后，依旧躺在小亭子上吃竹子。一会儿福宝听到了游客的尖叫声，听觉灵敏的福宝突然停了下来。福宝以为是有敌袭呢。福宝仔细听了一会儿后，没有再发生什么，便来到了小亭子的另一侧，继续吃竹子。今天的福宝很乖巧，没有因为无聊去打扰妈妈，也没有在拉完青团后偷偷在妈妈身上做标记，而是在小亭子上吃完后来到了滑梯上，自己一个人玩耍。今天韩国大网红基尼来到了爱宝乐园看望宝家，这是福宝刚满7个月的时候，爱宝正在抱着福宝，防止其从树上掉下来，但福宝这个姿势表示太难受了，对妈妈说还是放自己下去吧。福宝掉下去后，爱宝在福宝上方拉了坨青团，福宝看着从天而降的青团感到了好奇，甚至想尝一下。基尼在园区外面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海报，上面是大熊猫的小手，而上面介绍到大熊猫其实是有6只手指的。一会儿宋爷爷接待了基尼，
宋爷爷带基尼来到了存放福宝一家竹子的地方。基尼看到这房间满满的竹子，已经惊呆了，因为这是基尼第一次见这么多竹子。宋爷爷给基尼讲解道，大熊猫会通过气味来分辨竹子的好坏，然后用牙咬开竹子，去吃里面白色的东西，其富含高纤维。基尼听着爷爷的讲解都馋了，对着竹子来了一大口。基尼表示竹子的味道很甜。之后爷爷和基尼开始处理竹子，因为竹子是在野外生长的，上面会有藤蔓以及已经泛黄的竹叶，所以要对其进行处理和分类。处理完后来到第二步，因为竹子在外生长会有灰尘，所以要对竹子再进行一下清洗。大熊猫除了日常使用的竹子以外，还有一种食物也是必不可少的，那就是窝头。宋爷爷又带基尼一起体验了一下制作窝头的工作，而制作窝头需要用到粘米粉、玉米粉、黄豆粉、食用油盐、白砂糖以及鸡蛋。首先第一步，将所有的东西倒在一起，然后再充分进行搅拌，使其完全混合，之后再加上适量的水对其定型。将制作好的窝头上锅蒸上40分钟，便会变成宋爷爷手里的样子。之后基尼跟着爷爷一起来到了乐宝的园区，将刚才清洗好的竹子以及窝头放在了乐宝的小床上。基尼又尝了尝竹叶的味道，但是竹子的味道明显没有刚才竹精好吃。今天依依来到园区为福宝添置竹子以及清理青团。福宝这次的青团有些碎，使画面显得有些埋汰，但依依没有嫌弃，反而打扫得很干净。一会儿福宝从门里走了出来，福宝像往常一样来到小亭子后方，试图伸手从栏杆缝隙里拿胡萝卜，但奈何这次依依给胡萝卜放得有点远，福宝的胳膊有点不够长。福宝也察觉到了这个问题，福宝便绕到了小亭子上面，坐在小亭子上吃胡萝卜。吃完胡萝卜，福宝来到小木床上，小木床上放有一块窝头，今天可以说是双倍快乐了，这让福宝变得很有胃口。福宝吃过窝头后，又吃起了身旁的竹子。好奇的福宝吃竹子时，还看了看外面的游客在吵什么。竹子吃完，福宝来到通往室外的门口。今天天气比较凉爽，福宝想去室外玩，但爷爷没有给福宝开门，于是福宝便来到了回家的通道门口。福宝心想，不让我去室外，那我回家总行了吧。福宝在等爷爷开门的时间，躺在了爷爷刚种植的山东麦上，看来这棵山东麦离消失也不远了。这时爷爷将门打开了，福宝立刻转移了注意力，迈着轻快的步伐回了家。爷爷正在通过监控观察爱宝，爱宝正打算起床去方便，留下了熊猫宝宝自己在原地。此时的熊猫宝宝可以自己调节体温了，所以爱宝不用再无时无刻的待在身边。而视频中的熊猫宝宝则是老大，不知大家能不能分辨出来，老大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功将自己翻了过来。很快爱宝方便完回来了，再次将老大抱在了怀里，看老大在爱宝怀里一动一动的样子，是不是做噩梦了？梦到长大后福宝姐姐抢了自己的胡萝卜。与此同时，老二正在孵化箱里休息，不过老二怎么滚到角落去了？爷爷将老二重新放好，而老二的手指挂在了爷爷做的荞麦枕头上，爷爷及时发现，给老二取了下来。观察完两只熊猫宝宝后，爷爷来到厨房，开始为爱宝配比一会儿要吃的营养品：窝头、胡萝卜、苹果。配比完食物后，爷爷将小药片放在了苹果里，爷爷表示这个可以帮爱宝补充营养。一会儿爷爷回到爱宝的房间，给爱宝喂食，小药片放在苹果里，爱宝根本尝不出来。爷爷一边投喂着爱宝，一边抚摸着爱宝怀里的熊猫宝宝，一会儿看看小脚，一会儿看看尾巴。爷爷对熊猫宝宝爱不释手。一会儿熊猫宝宝听着妈妈吃饭的声音，被妈妈馋饿了，吵着问妈妈要奶喝。在爱宝坐月子期间，爱宝的每一餐都是爷爷们亲手投喂，一直看爱宝吃完为止。而喂食爱宝的竹子，爷爷表示都是自己早上起来现采摘的，这样的竹子比较新鲜。爷爷问爱宝怀里的熊猫宝宝想不想吃竹子，爷爷表示熊猫宝宝再等1年就可以尝到竹子的味道了。而爱宝对爷爷的信任感也是只增不减。爱宝吃竹子时，爷爷怕熊猫宝宝滑下来，爷爷就用手帮爱宝扶着熊猫宝宝，而爱宝有了爷爷的帮忙，索性直接给自己解放了双手。爷爷则只好隔着栅栏艰难地为爱宝扶着熊猫宝宝。爷爷表示这到底是谁在看孩子呀？一会儿爱宝腾出了一只手来帮爷爷，不过很快又松开了，这个爷爷累的手都要酸了。爱宝一会儿吃完后去到另一个房间方便，留下爷爷照看熊猫宝宝，爷爷则很听话的在熊猫宝宝身边等爱宝回来。一会爱宝回来后，惬意的将脚搭在了栅栏上，可以看得出爷爷给爱宝照顾的很是舒服。随着熊猫宝宝的长大，爷爷也给熊猫宝宝升级了装备，这样给熊猫宝宝辅助排便时，熊猫宝宝可以躺着，爷爷也可以解放双手，毕竟熊猫宝宝越来越沉了，
爷爷举久了也会累。照顾完熊猫宝宝，爷爷来到了福宝的房间。福宝看到爷爷过来，赶忙和爷爷贴贴。爷爷现在整天忙于2只熊猫宝宝，福宝都快要吃醋了。而今天也是熊猫宝宝出生满1个月的日子，而我们也亲眼见证了熊猫宝宝一天天的长大。